头发弄进来。Hello，麋鹿假期又回来了。没想到吧？我们还有分位。我们上一期的英国篇是麻瓜勇闯魔法世界啊，这也是我们两个第一次去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，就是 UK 英国这个地方。说实话，因为之前各种各样的作品，让我们对英国都有一层滤镜在。我不知道大家除了哈利波特以外，你最喜欢 British 的什么东西？可以打在公屏上。上一期呢，大家看完了路过梦想中的美好的魔法世界，这一期我们来讲讲真实的英国。Welcome to 伦敦，太土了这也。不算是地雷，因为其实单纯的说，我们到那边10几天的第一反应，具体到底会发生什么故事？掀起一阵森林，哎，对，然后我们开始重启英国的另一面啦。Oh, darling, please believe me. I'll never do you no harm. 哦，罚单。第一趴其实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。当然，英国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，它剥削咱们劳动人民的钱，这花样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。单个的一个东西贵，其实可能它不明显，但是其实它是干什么都要钱。我只要开车路过一次这个机场，5磅；我要拿一个手推车，1磅；称一个行李，1磅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有个什么技能？我手拎一拎，我就知道它有没有超重。你知道的，我每次都很准的。第一个建议就是千万不要在伦敦开车。英国开车其实我们就是特别是伦敦各种各样的规矩，我们早有耳闻啊，也是做了攻略。比如说他进市中心的时候要交拥堵费，要交排放费，还有什么找车位啊，对的，你要找半天。停车的话，每一个车位它的规矩都不一样，也就是说你到了任何一个停车场，哪怕你找到了一个车位，你要去阅读它每一个单独车位的规定，因为这一次要有理想的车牌，我们这次是2辆车过去，中门对狙。这2辆车我们一共吃到了，哎，这个皮儿都没了，5张罚单，然后14天内交钱的话，只需要交一半，所以罚款我们就交了245磅，这么贵？对啊。这还是在我们超级小心、超级遵守规则，然后下载了各种各样的在英国停车的 app， 为了能够找到能够停车的车位。然后这几张罚单其实有的吃的不远啊，比如说大本钟拍摄那一天，我去吃午饭的时候就把车停在了停车场里面，然后交完了停车费，回来一看，哦，罚单多少？我看80，还真是80。刚刚交了吗？交了，输车牌了，对不对？我没输车牌，输的是它上面的有一个编号啊。就是团队的小伙伴，他以为自己交成功了，结果发现没有，然后也没有扣款成功。但真的有的是非常的冤枉的啊！就比如说一张最贵的罚单，其实是因为我们订的民宿公寓里边有室内停车场，提前联系好房东，我们也办好了临时的停车证。到伦敦的第2天，我们正准备出门呢，就看着。为什么我们停在民宿的车位里还要被罚？我们昨天忘记把那个单子放到上面给他们看了，他们以为我们没单子。没单子没钥匙，我们怎么进来的呢？这是一个超级 bug 的点，想要进到这个车位里，你必须要有钥匙，要有那个解锁的那个解锁的，你要有密码，你要有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你没有这些东西，你根本就进不到这个车位里。最主要的是这个不能申诉。总共5张罚单呢，因为我的原因是吃到了这两张，另外3张跟我没有关系，是 Ikita 那辆车啊，由我们的好朋友他来负全责。其实因为来英国是拍车嘛，所以除了缪导以外呢，还有陆米仓的2个小伙伴，一个是淼淼，一个是我们的饺子，对，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英国行是5人团，这是我们今年所有的麋鹿假期里边出行人数最多的一次，90%的麋鹿假期就我们2个人啊，比如说像美国。像欧洲这几次，唯2的2次我们是带了同事出来，其实就是英国的这一次跟日本的那一次啊，因为要拍影像缔结嘛，住宿相对而言比较便宜，因为可以租那种很大的 house， 一天人均可能也就300-400块钱，还好一点。那吃饭反而是大头，含上10%的服务费，1000多、2000都有可能。对，这个都还算好的了。最惨的是什么？花了钱，你吃到的能吃的东西，当100块人民币。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。还有番茄丁，还有洋葱丝，还有生菜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么难吃吗？
我试试。在吃鞋垫儿，你知道？我小点声，等下老板不开心了。这是臭的，为什么？他听不懂鞋垫儿。好吃。其实从罚单金额大家就能看出来，这边的消费非常的高。到后来，其实，在我们这个什么呢？这个罚单已经变成一个计量单位了。这是魔法石，1997年首次印刷版本的元年的中古的《哈利波特》。这里边有他进货单子，他买来是3块多，卖我们42，买吗？突然间有点犹豫，每个人拿着一本，突然间有点犹豫。No， 你知道这一本书是相当于一个什么钱吗？哦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。它就是一张罚单。真无语。真的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！如果有一个地方是完美适配于天气之子的，我觉得应该就是英国。这是你要的风吗，妙？我要。到英国的第2天就开始日飓风登陆啊，然后短信路上的提示全都在给我们报警。我没有焦虑吧？稳如老狗。对，没去过嘛，肯定要来一回嘛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脑子想的什么吗？我觉得如果阳光明媚，我就拍《哈利波特》1、2集的感觉；如果天气阴冷，我就拍《哈利波特》3、4、5、6、7、8的感觉。结果你看，就是基本上都拍的是比较阴霾的那种感觉。我不会因为天气焦虑，但是我会因为就是冬令时的这个英国的天光非常短，太短了，不够拍的。特别是在伦敦那1、2天，白天可能只有7个小时，然后最主要的是在伦敦你就是会2、3个小时堵在路上。所以其实会有一些好玩的刻板印象吧，比如说之前在网上刷到过说3点59还是白天，然后到了4点就变成晚上了，以为是有点夸张啊，但其实还是有一点夸张，因为还是有10分钟蓝调的啊，但是其实天黑真就是几分钟的事儿。我当时就想赶着就是这个大本钟亮灯了，那个时候还在用手机给我拍呢。啊，结果等我掏出相机了，天光就完全没了。打车回吧呢，这蓝调没了吧？已经就这么。因为第一次去英国嘛，我俩到处都在找那种英伦方。就是去之前刻板印象就是英国哎。到伦敦，我头一天收拾特别好，穿的特别的隆重，小礼帽啊，小套装啊。我也是，我还买了一个那个帽子，结果我再没戴过它了。我一到那街上我就傻眼了，只有我这么穿。然后我刚给明老师在这拍照、拍视频啥的，然后所有人都在围观明老师，因为明老师今天穿的这身跟英国女皇似的，像《黑暗荣耀》里那个尖酸刻薄的颜真能。然后我们今天穿的非常的这个英伦哈，非常的 old money， 对。但是这里简直就跟曼谷没有什么两样。来给大家看那边 ，Welcome to 伦敦，对面是伦敦眼，太土了这也。每去到一个城市，就会让我们梦碎掉一个城市，特别是欧洲的。看他们这里的人锁车，我们一开始以为这个前轮被偷了，我们后来发现。他是自己把车轮卸了下来，他要自己再骑车再装回去。其实伦敦的治安问题算是劣迹斑斑了，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到路上有那种自行车没有轮子。最搞笑的是超级多，他那个锁不是锁轮子吗？只剩轮子了。好像是说也会砸车什么的。而且就在我们去的前1、2天，我有一个朋友他们的车就被砸了。我确实没有想到那个治安这么差。我们辗转了5个城市，我们要换民宿，根本不敢把，比如说我们的设备箱，或者是里边有贵重物品的包、行李箱什么的放到车里面。所以我们基本上停好车，第一件事就是去寄存行李。大家如果说出去租车，我建议啊，就是你们租那种差一点的，就是看着不名贵的，不然的话真的很容易被砸。还有就是一个刻板印象，就是比如说看剧里边，印象里就是英国人特别的阴阳怪气。Does it ever get cold on the moral high ground? 跟北京人很像。哎，但其实这一次，我反而觉得那个英国人很热情，很友好。有一说一，比北欧人对我们 nice。在延烧的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小缆车上吧，哇，好漂亮！
然后有本地人知道我们是第一次来，然后再超热情在跟我们介绍。 Okay, it's my first time to come here. Do you know how this moves? I don't know. I have no idea about that. Water. It's water. 靠水作为动力，什么上下，这是可能世界上什么唯一一个。然后他说来，你过来拍，还把专门把那个窗边的位置让让给我们来拍。 Oh, look. Go on, you're all right. Uh-huh. They live here, so we're here all the time. It's beautiful. 虽然那个窗户贼脏，我也那啥没拍到。然后感觉很好。其实这次旅行反而是那里的人让我真的哎，对的，很快乐。还记得我们在那个等那个公交车的时候，爷爷也是很主动的跟我们非沟常主通。动的在跟我们。虽然没有提供什么有效信息，因为我们一直在等一辆公交车，那辆公交车我们等了1个多小时，他一直在安慰我们，帮我们查。他说，哎，还有3分钟，结果 A little longer than a few minutes later. 又过了30分钟，然后他就过来跟我说啊，其实平时不是这样的。然后开始过了一会儿，他就给我们说，你们往那儿走，左拐多久，你们去坐地铁。然后他马上就坐了另一辆走，要不是跟我们聊天，他可能早走了。很多人说英国是徒步的天堂。去英国你会懂为什么就是这儿徒步的人这么多，因为它的自然风光很美很独特，无论是在城市里还是在各种地方，其实就是徒步，就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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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累了，说不出话。再来一次，还要走啊？好岔气儿了。刚刚我们从那个 One Day 那个大的楼梯下来，大家知道，在他们最经典的那场戏里边，他们从楼梯下来，他们就到街口接吻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到那个他们接吻的街口，结果，所以他们从楼梯上下来之后，跑了20分钟，跑到这个街口接吻。我们来打假了。我们来了英国之后，没有好吃的，全都瘦了。我来英国1周，我这裤子已经就是卷起来穿，已经卷起来穿了。可以看着我们第1天到那儿的脸和最后一天临走时候的脸。我们麋鹿假期的第1期，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当时我们说已经转运了，不光是天气要什么有什么，而且丢的 Pocky 还能被小朋友捡到。会不会有那种捡到的路的小朋友？当我们最后1期麋鹿假期似乎在这个点上形成了一个闭环，有始有终。我们又把 Pocky 丢了，这个 Pocky 吧，在我们身上就是命运多舛。而且和米老师翻遍了车也没找到，当时我们还说是对方弄丢的，对吧？我记得，对，在你口袋里。是你放到我口袋里，但你没跟我说。我没说吗？我说了吧。你没有说，一直是，而且我在之前我就说3个和尚没有水吃，每个人要有自己的设备 ，Pocky 就是属于你的。我说没说过这个话？如何呢？然后当时还好是有一段素材，是我把机器架在那儿的时候，咱们2个就是还原在近邻里的那段素材。哦，我录了。有人在追杀我，啊，是蜘蛛，啊，我这个开了，就这2次，大家记不记得上次在恐龙滑梯那儿，以及这一次都是从陆老师的口袋里面掉出来的。确实，所以这个男装的口袋应该设计的深一点。但无论如何，因为我们看到了这段素材，我们还是回去找了，因为我们2辆车嘛，他们就先到了。Pocky 跟了我们整整1年，我必须得给他找。这个 Pocky 从新西兰就开始跟我们，他见证了我们整整的这1年的麋鹿假期。我回去，我再也不用它了，我把它镶起来，给它裱起来。劳模，你看，刚刚我们是在这儿，刚刚在这边跑的。左兜，这儿。看咱最后一题素材啊，它在兜里。关了。好，走吧。走吧。他们人呢？前面是那个冰封王座，他们俩不在。迷路了。如果有机会再去英国，你还想去吗？想。虽然我不是哈利波特迷，但是这一次和缪还有入米仓的大家一起去玩，我感觉真的很不错。然后像我们这一次的话，就是可能晚上到了那个新的民宿，就大家其实都很累了，但是还是会喜欢大富翁，就还是很开心。我是大富翁，我征服了，素材也没考，妆没卸。
然后包括我们一起爬山，我们想去一个山中湖，就是要爬山嘛。了，我们现在才爬到半山腰，这边就是雪山。就我跟你说，如果不是因为跟小伙伴们在一起，我跟陆老师我们2个人是绝对不可能选择去爬山的。大家可以同框来。我们这海拔才300多已经不行了。一起出去玩，跟我们2个人去，2个人去了也不错，但一起出去玩感觉不太一样，就可能没别的意思。烦了，已经1年多，就是每天看着我大眼瞪小眼的2个人，腻了。如何呢？哎，这位小姐，麋鹿假期第1期是一个幸运的开始，同样我们还是幸运的结尾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比起捡回 Pocket 更幸运的事儿是，我们的新婚旅行的一整段这1年的记录都可以被大家看到，被大家分享，然后也被大家喜欢，这是我觉得更加幸运的一个事儿。今年的年初为北欧之行找灵感的时候，突然间发现了很久以前看过的一部小说被拍成了电影，叫《清单人生》。但人生怎么可能用一张清单就来规划呢？所以我和米老师是2个屁人啊，旅行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失控的事。但失控或许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儿，它是未知，是冒险，是节目效果。之后再回头看，可能会觉得挺有趣的。所以我们决定接棒麋鹿假期的新栏目，就叫清单人生。我们或许不需要按照清单去做什么人一生一定要做的某些事儿，但我们总要有一些此生未体验过的经历。当然，清单人生也不一定是我们的。如果你有什么人生中想做的清单，也可以私信告诉我们，我们也可以帮你，甚至带你去完成。所以感谢大家对麋鹿假期的支持，这个真的是最后1期了。哎，打枪的算吗？在美国，那个。哇塞，谁枪手？